你看到朋友被骗了，然后他在这个被骗的过程中一定有收获。他爱了一个人，他会从爱这个人中有收获。这个收获如果在此刻对他而言就是他最要的东西的话，那你去拆穿他，你让他换得了什么？失去了这个他暂时要的避难所，而没有新的屋顶盖给他。难道不要叫他去找一些新的屋顶吗？那你身边如果要是你的朋友这样，你会去劝他不要吗？我不会耶，我打算让他们快乐一阵子。我觉得你如果一直不被骗，你就亏大了。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被骗？嗨，大家今天过得好吗？欢迎到理科太太。曾凯旋就做这个10680的空间，他就跟我说他想要展海报。我想说哇，我都捐掉了，我就没有东西给他展了。然后我就去我的储藏室找了一下，就发现说哇，还有这么多海报，然后就很惊讶，就把它们拿出来，就说我还有而且都很棒。然后就很开心的把它们挂出来，因为我自己都没见过它们，终于挂出来就觉得哦，还有见到天日的一天，然后要跟他们说拜拜。我想把他们让给更喜欢的人，所以除非有一些我难以割舍的，要不然的话我就希望新的主人可以收留他们。然后你大概很难理解海报这件事吧，就是为什么要买海报。我人生中是没有买过海报，没有错。那你墙上都贴什么？那个 Eddie Martinez 的画，就是认真的油画，就也不知道要放哪里，就才把它挂起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在乎实用性，所以我会觉得说放那个东西要做什么，挂上去不是一直想把它换掉吗？这个我已经看久了，没错，没错，海报应该要这样子。有一次我就经过下北泽那个地方的时候呢，就看见了一张海报，那电影是什么我根本不知道，可能那张海报我很喜欢，然后就站在路边望着那张海报，就来了一个工读生呢，竟然就是当时就来负责换海报，他就背了很多新的海报，梯子一架就开始扯墙上的旧海报，就纷纷撕下来以后就把新海报就刷上去，然后他就看着我站那边瞪着那张海报，他就指那个海报问我，用眼神询问我，我就点头，他就把它撕下来丢给我，然后我就得到了这张海报，然后这次也把它裱出来挂。那部电影我到现在还没看过，所以你是不是觉得这样要干嘛，对不对？就是你是因为海报上面的排版被吸引，还是上面的图片、照片、人物？对，影像，就是那个图像，我觉得很动人，我就会想要。再加上康永哥收集的都是一些蛮悲剧、悲情加上诡异的东西，就是我半夜起来尿尿的时候，应该吓一跳啊！意大利有一大堆厉害的导演，然后当中有一个非常厉害，叫做费里尼。像他导的8又1/2，就是后来你会看到有很多人形容说，哦，这个是日本电影的8又1/2，那个是美国电影的8又1/2，都源自于这个费里尼导的原来的意大利的8又1/2。可是这一次挂出来的这一张呢，是我最喜欢的一部费里尼的电影，叫做《卡比利亚之夜》。然后卡比利亚这个女生就是由费里尼导演的太太饰演的。然后我那时候找小 S 演电影的时候，我有请她看《卡比利亚之夜》，然后她看完就抱怨说，你叫我看一部那么老的黑白片干嘛？我说你不觉得这个女生充满了生命力吗？她就说没有，她就没有觉得很好看。可是我超爱这部电影的。那她讲的是一个不断上当受骗的女生的故事，然后这个女生就是不断的被男人骗，而一直依然对爱情抱着向往的心。可是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么悲惨的故事？因为她一直都觉得自己没有很悲惨，她哭完了就笑。是因为她这个人很乐观吗？还是这个人很固执？第一个她很傻，所以很容易被骗。然后第二个呢，被骗完以后很容易就忘记了。这听起来很惨吗？蛮惨的，因为一个人是能被骗几次，就是能承受这个，所以才是一个就是动人的电影啊！就是人生中是不可能支撑这样一个角色的。你一定是因为你有某种的贪念，所以你才会被骗。讲得很好，卡比利亚显然对爱情有贪念，他就是一直不相信他谈不到好恋爱，然后从天而降的这些爱情呢，都是超出他预期的，令他惊喜的。比方说，他第一次被骗了以后，他走在路上，结果竟然有个明星邀他去家里坐，他就觉得自己简直是灰姑娘，就怎么被白马王子给看上。然后等到那个明星酒醒过来的时候，就找回自己的女朋友，就立刻把他踢出家门。所以他们有一夜情吗？
那也没有吃亏吧？这也不算明星请吃饭，然后我也去，吃完饭我也回家啊。讲这种话也是很真实，就有吃到东西，有吃到饭可是他后来很可怜，他后来有被骗子骗了钱，所以他被骗完钱后，他哭倒在路上，什么一点钱都没剩下来的时候呢，有一群年轻的男女嘻嘻哈哈的走过路边，然后簇拥着他一起走，他就又在人群中不由自主的被青春的力量感染，就露出了笑容，那就是电影的结尾。然后我想我描述这个结尾，你也不会觉得很动人，可是我就觉得很棒啊。康永哥有试图插入一些文字，想要告诉我那个结尾有多厉害。我就跟你承认，电影就只在我们的人生的某个阶段，我们会那么爱。也许对我们来说，他讲的那个事情，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已经知道了生活是长这样。我就不想再看一次电影，是讲一个你已经知道的事情。所以爽片永远都会让你爽，没错。可是文艺术电影常常有时候等你活得够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他讲这事情，我17岁的时候会很被打动，那现在已经知道不是这么回事，或者就是这么回事，就没有那么大力量了。可是卡比利亚之夜在我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充满了张力跟人性的故事，而不是一部很难理解的哲学性很强的电影。那卡比利亚这个人对我来讲动人，就是因为你知道被骗这个经验让很多人对人性失去信心，就会觉得活着要干嘛，经营人际关系要干嘛，我的信任无非只不过是换来别人的背叛而已，或者是学聪明吧，他没有学聪明一直被骗啊。如果他被骗了就学聪明了，这个电影大概就5分钟就结束了，他就是一直被骗啊。如果是商业片的话，就是他被骗了之后，他要开始报复，所以他变成一个很厉害的骗子，然后再骗人家。不行，这部电影就是呈现导演想要相信的那个部分，就是他的价值观会被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凸显出来。卡比利亚之夜确实是以不成比例的方式凸显了这个角色对人性的信心，那不会被磨灭到他不再相信人类，不再相信爱情。康永哥，以你现在这种社会的经验啊，见过这么多人事物，你现在被骗，会不会是因为你甘心被骗，然后你已经不觉得那是骗了，你觉得那是一个社交技巧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被骗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第一个呢，就是你是否能够把你的付出当成你要做的事，而不是为对方所做的事。我觉得卡比利亚就是想要被爱，就把每一个讯息都解读为那个是别人爱他的讯息。可是一个精明的人很可能就会解读为这人是要我的钱，或者这个人是想要拿我抵充一时的空虚，等到空虚没了他就立刻把我一脚踢开。如果卡比利亚这么聪明这么精明，他就不会上这些当。可是因为像你讲的，你也可以用贪婪来形容他，他很贪婪于被爱的感觉，他想要被爱，他的付出你会觉得说，从表面上看起来这家伙就是笨蛋一直被骗，可是实际上他想要这样过，就是他要的那个爱，你可能会从旁观的角度说这个爱不归你，你凭你是得不到这个爱的，凭你是得不到这个意大利的大明星的爱，所以你就闪边去吧。可是他却得到的时候却信以为真，说啊，我这么烂的咖我也得到了大明星的垂青，他就会信。那你身边如果要是你的朋友这样，你会去劝他不要吗？我不会耶，我打算让他们快乐一阵子。可是之后如果真的很可怕呢？比如说真的被骗到倾家荡产了啊，你会中途就劝阻他吗？我不会跟我朋友讲，我会跟那个想骗他的人讲。你要插手管这件事情？我会耶。然后你去跟那个骗子讲什么？就是你不要骗我朋友啊。你这样是猪八戒照镜子，你朋友他知道会恨你。可是就是看到身边要是有人被骗，我就是还是会想办法说，那可不可以不要被骗啊？你做过这种提醒，有过任何一次是有用的吗？我看到朋友的男友就是劈腿，对，然后我跟我朋友讲，我讲完之后他就去调查，然后就发现是真的，结果就分手了。然后你的女性朋友有感谢你？也没有感谢我啦，但是至少他现在很开心啊，没有受到伤害，继续浪费时间跟他。
你做的这件事情很可以商量。当你看到你的好友的男友在劈腿，就要不要告诉他？又不是老公，我觉得老公的那个利害关系比较大。你说如果是丈夫外遇，你就会衡量。因为有些人的婚姻是他的事业。有真的发生吗？就是你知道你的朋友的另一半有外遇，然后你不讲。我朋友是会看我的影片的，你们的老公都很好，都没事。你连一点暗示都不会给对方吗？不会说你要注意一下他什么事？我不敢为这个负责要我也会跟一个比较勇敢的人讨论说，我跟你讲，我就发现这个，那你觉得怎么样？就我不要自己来。而且有些人会是有面子的问题，说不定他自己知道他不讲，对，他就要那个假象的婚姻就好了，对不对？可是我觉得交往跟婚姻不一样。我们人生很多付出，其实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的事。我们不做那个付出，我们受不了。就是那个付出不是什么交易的过程，那个付出是我们长大一定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很多恋爱的付出其实是这种付出你可能爱上的是一个幻觉，就是那个人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人，然后你自己塑造这个幻觉之后，你决定要拼死命的去爱，然后尽全力的为他付出，结果你所做的付出对他而言都是可能不恰当的，或者不实用的，或者是荒谬可笑，甚至是打扰。比方说讲最土的好了，就是半夜跑去别人窗户底下唱歌这种事情，就是你可能又要筹备，对，你又要筹备玫瑰花，又要筹备半夜受寒风吹，然后又要准备歌曲什么，又要忍受丢脸。好，这些都是你的付出，可是对他来讲就是一个打扰，荒谬的打扰。所以这一类的事情其实是你自己必须做的，因为你要经过这个事情，你才觉得你爱过，或者你长大了。因为这样子的付出而觉得别人必须要有所回报，那是很天真的想法，因为对方并没有收到这个付出。我看到了很多爱情中的付出都长比较像这个样子，就是说付出的一方其实给了好多东西，可是收的那一方根本收不到。比方说我这些电影海报如果送给你，你只当成是困扰而已。怎么会？我绝对不会，我会想办法把它转卖掉。就这样就很好。这个就如果我送了你，然后你万一转卖，我就伤心说啊，我的真心被你转卖，这样就不行嘛，对不对？我又要送你，然后我又要看到你珍惜他们，这是很多人的付出所做的事情。他为这个人做了这个付出，然后他要那个人在乎这个付出，可是那个人根本不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不把它转化为一个实用的成果，你的付出对他来讲就是负担，就是平添他的累赘而已。我觉得卡比利亚之夜让我感觉他之所以能够一直傻笑，不是所谓的乐观而是他这个人好像就知道他这个付出是他乐在其中的那种自我要求。有些人呢，要得到存在感跟感觉到自己活着，好像就是必须要用力的去给人家，对，然后借由这个的过程来觉得自己好像活着。可是如果说你在爱情里面，你有觉得怎么自己的付出，对方好像都觉得不感恩，或者是没有觉得自己特别有得到，我觉得你们可以核对一下爱情的语言。就有些人可能是喜欢听你说好听的话，有些人喜欢得到礼物、被服务之类的。那你自己想要被爱的方式跟别人想要被爱的方式可能不一样。聪明一点的方式就是依照那个人会真的感受到觉得被爱的方式给你。这就是很实用的人生建议了。卡比利亚之夜不是实用的人生建议。他要是一个活人，我这样跟他讲，他是不是就转头就走？不会，他人很好，他也会听下去。那你看到朋友被骗，然后他在这个被骗的过程中一定有收获。他爱了一个人，他会从爱这个人当中有收获。这个收获如果在此刻对他而言就是他最要的东西的话，那你去拆穿他，你让他换得了什么？失去了这个他暂时要的避难所，而没有新的屋顶盖给他。难道不要叫他去找一些新的屋顶吗？像我做错什么事，他们是会直接骂我的，或是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行。他们提醒你曾经发挥过功能吗？就是你会悬崖勒马就不做那件事了吗？会有警惕，就是会注意说，好吧，连他都这样讲了。卡比利亚就是那个不听劝的人，他被骗一次，他再被骗，再被骗，再被骗，然后他依然露出笑容，所以他才值得
就他那部电影才值得看啊，因为我们人生就长得不是那个样子啊，我们被骗一次就学一次乖，然后我们就觉得啊，我们变聪明了，我们不会再这样。我可能以前一定是在某一个对人性很失去信心的时候看了，才觉得深受打动，觉得卡比利亚才是我因此可以继续相信人的力量的来源。我认为被骗的好处是你可以修正你对于人生的期望啊，是你更认识你自己，可以怎么样找到适合自己的生活。就是人不是全部都要成功的，对不对？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个人了解到原来我不那么在乎成功，我比较在乎被爱，那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啊。只是我觉得怀抱即使是骗我也要这样付出的态度去活的话，可能会活得很过瘾。不这样活过会觉得错过了很多东西。好浪漫哦。我是真的这样想的。我是真的没有要这样想。我觉得你如果一直不被骗，你就那个亏大了。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被骗？所以你到底你是一个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人，又或者是像我，就是好了，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发生，太好了，我就不去。当你朋友可能误进邪教啊，或者是遇到一个其实根本就不爱你，只是想要骗你的钱的人，你会去阻止他吗？觉得这个吃饭的时候可以跟你的朋友讨论一下。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在街上逛街，然后搂着另外一个人，看到要不要跟他讲，然后就会可能吃到吵架还是怎样的。今天就这样啦。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帮我按赞、留言、分享。如果还没订阅的话，请帮我订阅一下哦。谢谢收看，我们下次见。